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 GB 掌机平台的超级马里奥 A4， 也就是 FC 的超级马里奥兄弟3代的重置版啊，应该说是复刻版，主要是加强了画面，并且呢，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，这个画面我也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值，开了滤镜，在帧数上也进行了优化。所以这个画面看起来应该是比原版舒服的多了，并且大家看这个多层的背景，移动起来非常的舒服。这里有个奖命，咱们吃掉。第二世界呢，比上一期第一世界的流程要长很多了。这里好多金币，最好咱们也吃了。其实超马3代在 FC 上画面就已经非常出色了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可能不是所有玩家都知道的东西吧，就是本作并不仅仅是一款游戏这么简单，它在当年是承载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的。对于任天堂来说，哇，这关我就捡了个蘑菇啊，那就相当于损失了4条命，因为3颗星星是要奖5条命的。这个东西对起来也就是胡乱按的，估计帽子没对上。并且这个小游戏呢，它和 FC 版不同的地方，它应该是有能对上叶子的，叶子好像是奖7条命吧。这个后面如果有的话，必须咱们来个存档读档大法给大家对上一次啊，毕竟 FC 版没有。那当年 FC 上出超马3的时候呢，其实世嘉已经推出了自己的世嘉5代了，并且在北美的市场势头非常的猛。那本作任天堂也需要给自己来一个缓冲的时间。这里夹不死啊，我试验一下。因为当时任天堂的超任还没有出，那需要一款作品来稳定一下当时的玩家群体，做一个缓冲。又开始翻牌了。这个翻牌上一期我记得这里是2个花，这个星呢是咱们蒙上的。蘑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蘑菇。10颗金币。奖命第一行第3个是奖命，我想起来了。那下次再遇到它，咱们就莽一点啊，争取把它全翻了。小城堡，第一关的小城堡咱们是拿的笛子，所以说没打到这个小 boss。那这个小城堡呢，咱们就打。冲过来了，这里真的是猛。一个加速进门，进门也是有这个动画的，我忘了 FC 版有没有这个动画了。通过方向键把这个小幽灵控制住。GB 版本的尾巴感觉操作上比 FC 版要难一点，因为你没有连发键。踩3下就完事儿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。好，下面的锁开了，其实那个问号呢就是一个钥匙。那每攻略一个小城堡之后呢，它会提示你，让你存档。来吧，开宝箱，看看拿什么好东西。蘑菇。我现在有1排了，那咱们最多一共有4排的道具，这个很多了。一般来说前7个世界是用不到什么。第3小关，
这里有一个无敌星，咱们捡着，然后把他们两个干掉。经常受他们欺负。到上面拿这个隐藏，拿这个隐藏呢，下面可以捡到一个奖命，主要是下面的金币倒是次要的，主要这有个奖命。好，这里如果你捡到了这个转换批之后，往前冲的猛的话，这两个乌龟就掉到这个砖块下面去了。这个机关设计的还是比较巧妙的。这里全都是小分桶啊，这个无所谓了，怎么捡都是。你看我就说嘛，第一个蘑菇损失了我4条命。这片流沙地带，流沙地带是有个太阳来着，然后前面还有龙卷风，如果咱们龙卷风撞得准的话，一个起飞啊就到关底了。看看我能不能飞得准一点，这个没借上力，借了一半吧。如果借力不好的话，就被龙卷风给旋回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冲刺了吧？我感觉。一个星，那这次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了。开头如果得到星的话，咱们就要想想办法了。开头如果不是星呢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又是个蘑菇，蘑菇我已经不缺了，4个了。其实蘑菇这东西啊，大家有一个大蘑菇就够用了，是吧？这东西不要求多，有一个就够用。那个问号应该是一个树叶，但是本作呢，在关卡内部是用不了道具的，它不像 NDS 和 3DS 之后的版本，所以说拿了也没用。但是这关走上层路线的话，这个金币是非常多的。那这里咱们起飞一下啊，用起飞头撞，太舒服了！这个谜题设置的真的太舒服了。再起飞一下，好，到头了。那下面这里应该是有一个转换批的，下来了。行，咱们争取撞到一个星啊！不错。对这个，我们把它对掉吧，看看莽一点啊。就是有很多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。奖命，10金币，啊，剩下的就好办多了。左边2个，右边2个吧。啊，这个还蒙对了。好，全到手了。哦，在这儿捡了2条命，好像也拿了不少道具。第5关啊，这关呢，机械狗，这关就涉及到咱们会不会拿到5条命了。昨天有小伙伴给我留言问我这龟壳是怎么拿起来的，按住 B 键捷径它就可以拿起来。然后呢，他又问我在斜坡上怎么向下滑，站在斜坡上按下就可以了。但我估计呢，我当时给他打字回复的时候啊，我打的是按下，然后按住 B， 他可能觉得拿龟壳必须要按住下按住 B 啊，不知道有没有误解。这是个转换批吧？哦，上面这个是，那我上当了呀。我不应该把下面的这个砖块顶了。
起飞。这个货没变。又一个树叶，这里应该一飘就过关了啊！是，哦，救命，5条命啊，5条命，5条命，咱们第一关弄成了一次，好，第二关又弄成了一次啊，这关可惜了，不然能再多4条命。咱们已经31条命了。这次看看能不能对上，蘑菇，行，起手就不好。花，哎，好，每样一个啊，非常公平。把这2个小猴子清掉。给了个催眠音符。用这东西的话，地图上的这种敌人单位就睡着了。看看他给什么？锤子，给了个锤子。但这关，那块岩石没必要敲。金字塔。这关如果呢你是小个形态或者不是尾巴的形态，不能直接攻击这个砖块，那就需要利用到敌人的这种硬壳虫子。有尾巴呢，直接抽就成了。进这个桶，左边那个一看啊，就是一个转换批。哎，这出来的时候换地方了。我进去的时候是这个洞，我出来也应该是这个洞啊！大家想想这个道理，对吧？这还能换，匪夷所思啊！活久见。好，又顶了个星，这样第3世界前2个必须要顶星了，才能保证有5条命啊！飞艇关了。这个飞艇，如果你一次攻略不下来的话，它是会逃跑的。你需要在大地图上追它。这次国王呢变成了一个蜘蛛，第一关我记得变的是一个蛇。那本作的这些 BOSS 呢，就是库巴7子了，是库巴的7个手下，不是儿子。库巴儿子就是库巴2世。高来高去不下去。这是个花。3代因为尾巴的加入，感觉花的使用程度下降了好多呀。这个尾巴还能飞，还能抽砖块，还能打敌人，而且呢，跳跃起来还给你一定的闪躲腾挪的空间，让你容错率能变得高一点。所以这个尾巴真的是个神器。BOSS 炸了，1下2下，好，看我这次啊，上一张没接着这把仗这啊，这次接到了，接得很顺利嘛。我又没说非要在最高点接，可以了，咱们去把国王复原。看看碧琪这次送了我什么吧。这个国王我感觉长得还不如那只蜘蛛好看。
松露的云，这是一个大地图的跳关道具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